你姐姐现在可好？”得知大概经过后，楚风问道。他并不关心殷代粉，也不关心他们的母亲，楚风只关心殷庄红。我姐姐过得当然好，她可是我师尊最器重的人，是将她当作云空仙宗继承人培养的。若不是我姐姐在闭关修炼，今日来的就不是傅飞跃，而是我与我姐姐了。殷代粉说道。行了，我想问的问完了，现在接受考核吧。对了，别再对我耍花样，不然我可绝对不会这么客气了。楚风对殷代粉说道。随后，楚风便和殷代粉继续观察那横于虚空之上的巨大石碑。他们都知道这考核究竟是怎么回事。那石碑之上应该有记载，这石碑太过巨大，上面的字体更是十分复杂，想要参透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二者这一看，这片天地间除了海浪声与风声之外，便没有任何动静。他们二人看得都很专注。怎么样，楚风公子，你看出了什么了吗？大概1个时辰之后，殷代粉看向楚风问道，他的脸上挂着些许喜色，那个样子似乎他已经看出一些东西，没有什么头绪。而楚风则是无奈地摇了摇头。楚风公子，我倒是看出了一些东西。殷代粉说道。你看出了什么？可否说说？楚风问道。当然可以，先前我对楚风公子多有得罪，正心有惭愧，想着该如何将功补过呢。现在我既然知道了如何考核，自然愿意与楚风公子分享。殷代粉笑眯眯地说道。还真别说，这个丫头笑起来还真的挺迷人，是一个可以祸乱苍生的小妖精。既然如此，那你说来听听。楚风也是十分期待地问道。楚风公子，是这样的，根据虚空之上那石碑上的纹路记载，若想通过考核，需要挑战自我的心魔，只要战胜自己的心魔，就可以通过考核。不过挑战的地点只有2个，那就是在这世界的西南边界处以及东北边界处，必须到达世界边缘的一个特定地点，然后在那个特定的地点闭目凝神，才能开始挑战自我的心魔。只是石碑太过复杂，具体地点我也无法顿悟，只能顿悟出大概的方向。楚风公子，你若不介意，就去西南边，而我去东北边，可好？当然，若是楚风公子不信我，你可以继续参悟石碑上的内容，去做决断。殷代粉说道。说实话，我还真没那么信任你，所以殷姑娘，我丑话说在前头，你可别和我耍花样，不然我楚风是什么人，你可能还不够了解，但是我会让你了解的。你若敢跟我耍花样，就算你离开这里，我楚风也不会放过你。楚风说道。楚风公子，我绝对没有骗你，我不可能欺骗我姐姐的朋友。殷代粉说道。行，我就暂且信你一次，希望你是真心实意的与我楚风交朋友，否则你一定会后悔。楚风话到此处便纵身而起，其速度极快，使得下方的海面都当出了一道巨大的水浪，尾随着他的方向而去。楚风是听殷代粉的话，向西南方向飞掠而去。至于殷代粉，也是立刻动身，他当真向东南方向飞掠而去。可是飞着飞着，他却忽然停了，他没有一直向世界边缘处行去，反而开始向南方飞掠。最终在一处海面停下之后，他的嘴角露出了一抹笑容，因为在他的下方海面上出现了一道漩涡。虽然漩涡很小，但这漩涡却是殷代粉所寻找的。殷代粉飞掠而下，进入了海水之中，他一直深入，来到海底深处的最底部。在这海底的最底部，竟然有着一股奇异的气流。殷代粉落下之后，感受着那气流，便看了一眼楚风所去的方向，嘴角扬起一抹得意的弧度。和我斗，你还是太嫩，我管你认不认识我姐姐，你这种丑陋的家伙，就只能被我玩弄于股掌之中，通过考核的只能是我。话罢，殷代粉便盘膝坐下，他开始双手捏诀，运用特殊的法诀开始修炼起来，而围绕在周身的气流也是开始涌入他的体内。殷代粉欺骗了楚风，他的确从那石碑中参悟出了一些东西，但他却并没有将实情告诉楚风。真正的实情是，这个考核世界内只有1个人能够成功，失败的人便将被淘汰。而考核的地点也是有多个，但都在海底之中，而不是在所谓的世界边缘。他故意将楚风支开，想让楚风浪费时间，而他则是趁机找到考核的地点，接受真正的考核。只要他能够顺利通过考核，那么他就将是这个考核的胜者，楚风就将被淘汰。至于这考核的方式，殷代粉倒是没有欺骗楚风，来到此地，按照石碑上的法诀凝神修炼，便可以接受考核。这考核的方法会进入另外一个空间，在空间内会面对一个对手，这个对手就是他自己，是自己的心魔，唯有战胜自己的心魔，才能通过考核。但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时间一点一滴流逝，转眼间已经过去了2个时辰。2个时辰之后，殷代粉终于睁开眼眸，虽然此时的他脸色惨白，气息虚弱，看上去像是劳累过度一般，可他却喜出望外，兴奋不已。我成功了，我成功了，我通过了考核！殷代粉兴奋呐喊。他之所以这么高兴，乃是因为他已经击败了那空间内的自己，他已经战胜了自己的心魔。而在他看来，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成功战胜心魔，他必然已是此次考核的胜者。在哪里？在哪里？短暂的兴奋之后，殷代粉也是紧张的向周围寻找起来。他知道通过考核之后会得到一个东西，那东西便是他通过考核的证明。可他无论如何查找都找不到那个东西，而因为他观察力有限，未能从石碑上顿悟出那东西到底是什么，或者放在什么地方，这让他非常着急。该死，是我太心急了。不过没关系，既然我已经通过了考核，那东西就应该已经出现了。楚风应该被淘汰了，我已经是胜者，只要找到那个东西，我就可以离开此地，就可以接受真正的历练。殷代粉想到此处，便不再继续盲目寻找，而是纵身而起，离开海底，向先前石碑的正下方飞掠而去。他是想要回去继续参悟，从那石碑中参悟出找到那东西的藏匿之处。楚风只是令他有些意外的是，当他回到石碑处，发现楚风居然也回到了石碑的下方。楚风不是已经失败了，按理来说应该被淘汰了才对啊。当然他
他不解的情绪只是在脑海之中，并未表现出来。楚风公子，你怎么回来了？殷黛粉明知故问，并且态度非常友好。你不是也回来了？楚风看向殷黛粉，只是目光却意味深长。是啊，我找了2个多时辰，一直找不到考核的准确地点，是我太心急了。不过楚风公子不要急，我继续参悟，待我找到准确地点，我们再继续。殷黛粉说完此话，便赶忙看向那石碑。他是真的继续参悟了，只是他想参悟的可不是什么考核的地点，他早就知道考核的地点了，并且他已经通过考核战胜心魔。他现在参悟的乃是考核通过之后如何找到那个证明他通过了考核的东西。殷姑娘，你要找到不是考核的地点吧？忽然，楚风的声音响起，并且语气之中还有着几分调侃之意。殷黛粉听闻此话，内心一紧，觉得自己可能败露了，但仍是故作不解地望向楚风。楚风公子，你这是何意啊？虽说他觉得楚风可能已经知道自己被骗了，但只要不承认，楚风拿他就没有办法。你要找的是这个吧？楚风说话间，掌心一翻，一把紫色的钥匙出现在了楚风的手中。这把紫色的钥匙，殷黛粉也有，这正是先前那位老人给予他们的钥匙。但是楚风的这把钥匙却与殷黛粉的不同，楚风的钥匙闪烁着神圣的光芒，并且那气息与这整个世界相连。看到这把钥匙，殷黛粉脸色大变，随后更是满脸怒容地看向楚风。这是属于我的，你把我通过考核的钥匙拿走了。殷黛粉气得咬牙切齿，对楚风怒吼开来。他知道这把闪烁着光芒的钥匙便是通过考核的证明，他觉得这钥匙是属于他的，是楚风将他的钥匙偷走了。殷姑娘，你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懂呢？你不是都不知道考核的地点在哪？怎么你现在就通过考核了？楚风眯着双眼，笑嘻嘻地问道。你少装糊涂，你是故意的，你知道我在骗你，所以故意假装离开，其实是在暗中跟着我，趁着我通过考核之后，将原本属于我的钥匙拿走了。殷黛粉大声说道。你的钥匙在哪？我怎么知道？这把钥匙乃是我的。楚风说道。那不是我的钥匙吗？殷黛粉神色一滞，随后赶忙取出了自己的钥匙，这才发现他的钥匙还在，只是不同的是，他的钥匙依旧是原来的模样，并没有产生像楚风这样的变化。难道说你抢先一步通过了考核？殷黛粉看向楚风，满眼吃惊。他很聪明，已经明白了一切。殷黛粉现在才反应过来，你自以为你很聪明，其实愚蠢至极。就你这点小把戏，还想欺骗我楚风？这石碑上的内容你都能参悟透，我堂堂龙纹级圣袍界灵师会参悟不透？我告诉你，我不仅参悟透了，我所参悟的还远在你之上。我刚刚故意问你，就是想试试你的人品，若是你实话实说，我还可以帮你，甚至让你，但你若骗我，我就会将计就计。不曾想你的人品竟恶劣到了这种地步。如果说你先前不确定我是你姐姐的朋友，你对我有敌意还能够接受的话，当你已经知道我与你姐姐乃是好友后，居然还用这种手段阴我，你的人品当真是发自灵魂深处的差劲。楚风对殷黛粉说道。是啊，楚风以观察力擅长而闻名，可能他的观察力比不过老一辈的大人物，但是同辈之中有谁能够胜过他？楚风早就看穿了石碑上的内容，而且比这殷黛粉看得透彻得多。楚风一切都是故意的。楚风公子，对不起，是我错了。突然间，殷黛粉大哭起来，那2行热泪更是如雨一般自眼眶倾泻而出。这个丫头演技高超，说哭就哭，并且哭得极为可怜。不仅大哭，她更是瘫坐在半空之上，浑身颤抖，撕心裂肺，那个样子简直就像是伤心的快要死掉了一样。楚风公子，我也是有苦衷的，我从小就跟在师尊身边长大，可是我师尊却一心想要找回我姐姐。那位我跟在他身边多年，可是他却始终想找到我姐姐。找我姐姐本没什么，我也想找到我姐姐，可师尊他却始终将我姐姐当未来的继承者，哪怕我在他身边刻苦修炼了这么多年，也是无用。我非常想证明自己，而这怨神宫便是最好的机会。我知道通过这个考核只是第一步，唯有通过考核才能够接受真正的历练。我不能败，我真的不能败，否则更会被师尊看不起。我也是没有办法才这样做的。楚风公子，我真不是有意的。殷黛粉哭得梨花带雨，再加上她容颜绝美，那个模样当真惹人怜爱。看着这样的殷黛粉，楚风也是面露动容之色。算了，看在你姐姐的面子上，这个给你吧。楚风拿着自己的钥匙递给了殷黛粉。听闻此话，殷黛粉则是一愣，她看着楚风送过来的钥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发什么愣？拿着呀！楚风说道。楚风公子，你是认真的吗？要将这个机会让给我？殷黛粉问道。难道会是假的？快点拿着，不然等一下我可能就改变主意了。楚风有些不耐烦地说道。多谢楚风公子。听闻此话，原本已经跪在半空的殷黛粉赶忙站起身来，一把将楚风手中的钥匙夺了过去。楚风公子，你真是太好了，难怪我姐姐会愿意与你结交。话到此处，殷黛粉更是冲到楚风身前，直接扑进了楚风的怀中，不仅一双柔软的小手紧紧地环抱住楚风，更是在楚风的脸上亲了一口。若是平常的楚风，殷黛粉这个举动倒是能够理解，可现在的楚风可是一个丑陋无比的家伙，简直比怪物还吓人。面对这样的楚风，殷黛粉还能做出这样的举动，当真也是了不得的人。男女授受不亲，你可别这样，我将这钥匙给你，可不是想换来你这样的举动的。我楚风若是好色之人，大可以直接在这里将你办了，没必要用这把珍贵的钥匙来换取你对我的动心。楚风说道。我知道，楚风公子绝对不是一个好色之人。楚风公子，你绝对是我见过最善良的人。殷黛粉一脸崇拜地看着楚风。行了这种好听的话就别说了，只要你以后能够好好做人，改掉你这种毛病，也不枉费我一番苦心了。楚风话到此处便向外走去。至于殷黛粉，她将钥匙收好后甜美一笑，也是紧跟其后跟着楚风离开了此地。楚风与殷黛粉离开那考核世界之后，发现龙小小、于红、于影、傅飞跃等人都已经出来了。此时的他们
有人脸上挂着欣喜，有的人脸上则尽是郁闷。看他们的表情，楚风就知道他们都已经知道了考核的真相，并且也经历了考核。考核2人一组，但只有1个人能够通过考核。既然8个人分成了4个组，必然就有着至少4个人是失败的。小恩公，你怎么样？通过考核了吗？龙小小看到楚风出来，便赶忙来到楚风近前，那亲昵的模样惹人羡慕。通过了。楚风此话一出，龙小小虽然笑得很甜，但却并没有太大的意外，因为他早就知道，以楚风的本领，必然能够胜过殷代粉，拿到这通过考核的名额。至于其他人，也没有太多的反应，他们已经见识过楚风的手段，早就知道楚风是一个不简单的家伙。不管喜不喜欢楚风，他们都要承认，楚风是一个强力的对手。再想一想，那只会哭的殷代粉，怎么可能是楚风的对手？可是傅飞月则是不同，当他得知殷代粉竟然败了之后，他的脸色可就很不好看。师妹，他是不是欺负你了？傅飞月走到殷代粉近前问道。没有。殷代粉摇了摇头，没有就好，没关系的师妹，这个考核就算没有通过，宗主大人也不会否认你的努力。况且师兄，我已经通过了考核，师兄会接受真正历练，并且我会走到最后，得到向怨神婆婆许愿的机会。我的愿望就是让师妹你也接受历练。傅飞月对殷代粉说道。师兄，你对我可真好，不过不必了，因为我通过考核了。殷代粉可能怕傅飞月以及其他人不信，说话的时候还将那把闪烁着神圣光芒的紫色钥匙亮了出来。他也通过考核了。眼见着殷代粉也拿出了那把钥匙，众人的表情则是变得复杂起来。如傅飞月、龙小小、于隐还好，毕竟他们已经通过了考核。可是于红、抱月和魁无敌可就有些难以接受了，尤其是那于红，更是向那位老人质问起来。不公平，这不公平，凭什么我们就只有1个人可以通过考核，可他们2个却全部通过了考核？于红对那位老人问道。谁告诉你他们2个全部通过了考核的？那位老人反问道，并且自那兜帽之中还散发出了冷冽的目光。感受到那目光，于红身躯一颤，不敢再多说什么，而是看向楚风。楚风，你不是说你也通过考核了？那你的钥匙呢？是啊，小恩公，你的钥匙呢？龙小小也是问道。我的钥匙就在那里。楚风指着殷代粉手中的钥匙，继续说道。殷姑娘的姐姐乃是我楚风的朋友。殷姑娘又说，这次历练对她而言极为重要，我就将我的考核名额让给了殷姑娘。众人十分意外，没有想到楚风会将这个珍贵的名额让给殷代粉。先不说能够接受历练，就已是价格不菲了，转让接受历练机会这种事，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但实际上，内心最为复杂的其实是龙小小，毕竟为楚风提供怨神珠的人可是他。但龙小小什么都没说，只是低着头不再言语。只是他沉默的模样，却有些让人心疼。楚风公子，这种话可不要乱说。我殷代粉明明是凭借自己的努力通过的考核，怎么就变成是你让的了？可谁曾想，殷代粉手握钥匙看向楚风的时候，竟是一脸讽刺。他根本就不承认，他手中那把钥匙乃是楚风让给他的。殷代粉，你可以啊，我真是没有想到你会冥顽不灵到这种程度。很好，我楚风记住了。楚风看着殷代粉说道。真是笑话，你记住什么了？你这分明就是输不起。殷代粉问道。楚风，你真是不要脸啊！败给我师妹，这本不丢人。我师妹本就实力强横，而你出身卑微，败就败了，没有什么。但你败了却不承认，反而还要说是你通过考核将名额让给我师妹，这着实太不要脸了吧！只要是一个正常的男人都不会做出这种事情。傅飞月毫不留情面地斥责起楚风。哼，小小公主，你现在应该看到你所中意的男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货色了吧？那于红不仅讽刺楚风，更是看向龙小小。可谁曾想，原本已经沉默的龙小小却忽然抬起头来，用那凌厉的目光分别看向于红和傅飞月，狠狠地说道：你有什么资格质疑我的小恩公？话到此处，他更是看向殷代粉。殷代粉，你可真是不知好歹，我小恩公愿意将这个名额让给你，你居然不领情不承认，你这种恶毒的女人，小心遭报应。龙小小明明什么没有见到，但却选择无条件的相信楚风，这真是冥顽不灵。看到这样的龙小小、傅飞月、于红、于隐等人，又愤怒又嫉妒，就连抱月和魁无敌2位看向楚风时，也是投去了羡慕的目光。不管楚风是否真的将这通过考核的名额让给了殷代粉，只是龙小小的这份信任，就让他们羡慕不已。龙小小不仅是龙氏公主，刚刚更是击败了于红，拿到了一个通过考核的名额，而她的样貌更是不用说，比那殷代粉更加招人喜欢。如此才貌双全、出身不凡的女子，能够对楚风如此信任，这简直是楚风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小小，你把你的钥匙给我吧。忽然，楚风对龙小小说道。听闻此话，就连其他人的脸色也是大变。将你的钥匙给我，可以吗？楚风再度对龙小小说道。楚风，你也太不要脸了吧！你自己没有办法通过考核，怎么能向他人索取钥匙，而且还是向一个姑娘索取钥匙？这个机会可是他拼命换来的，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种不要脸的人？你总不能因为这小小公主喜欢你，你就这样肆无忌惮的欺负她吧？于红和于隐以及傅飞月等人都是对楚风斥责起来。楚风兄弟，你这确实太过分了一些。就连抱月和魁无敌也是看不下去了，虽然他们的言语并没有像于红等人那样直接，可也忍不住指责楚风这种错误的行为。好，小恩公，给你。然而龙小小竟真的将自己的钥匙取出，放在了楚风的手中，并且龙小小的脸上没有一丝不情愿，反而还挂着甜甜的笑容。龙姑娘，你是真傻还是假傻？你真的给他啊？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你要这样帮他？于红等人很是不解地对龙小小问道。小恩公曾经是如何帮我的？这是你们一辈子也无法想象，更是你们这一辈子也无法做到的事。他是我的恩公，是我龙小小此生欠下最大恩情之人，只要小恩公愿意，莫说这区区一把钥匙，连我的命都可以给他。龙小小对众人说道。且话到此处，他竟将自己的威压释放而出，语气变得极为严肃。还有，你们现在最好闭嘴，不许再说我小恩公半句不好，否则我便对你们不客气。龙小小对众人说道。听闻此话，众人也是说不出话来了。
莫说旁人，就连那副飞跃也是一脸的嫉妒。这样优秀的女子，可以说一点也不比她的师妹殷代粉差。可他知道，他的师妹对他也绝对不可能像龙小小对楚风这般好。大家都是男人，一个男人看到另外一个男人，并且还是自认为不如自己的男人，但却得到了如此优秀女子的爱，谁能不羡慕？谁能不嫉妒？龙小小，你真的打算为了他放弃吗？就在此时，那位老人也是对龙小小问道：“前辈，我龙小小愿意将我接受历练的资格交给楚风。”龙小小极为认真的说道：“还真是情深意切啊！既然如此，我成全你们，你们两个可以一起离开了。”那老人说道：“前辈，我已经将钥匙给了楚风。”听闻此话，龙小小的小脸变得紧张起来。他可以离开，他能够接受这件事，也做好了离开的准备。可是他并不希望楚风也离开。是谁告诉你，你把钥匙给他，他就不用离开的？我再说一遍，你们两个一起离开。还有你。话到此处，那老人又指向了于红、暴月和魁无敌。这说明楚风、龙小小、暴月、魁无敌以及于红都要被一起淘汰。楚风啊，楚风，你自作聪明，仗着龙姑娘对你情深意重，就想拿她的钥匙接受历练，却不曾想害得龙姑娘失去历练资格，而你也同样没有资格接受历练，你可真是害惨了龙姑娘。此时，于红忍不住冷嘲热讽，而于隐与傅飞跃也是在一旁冷笑。最可恨的是，就连那殷代粉也在一旁冷笑。旁人不知道他的资格是楚风给的，可是他自己知道啊。但他不仅没有丝毫领情，反而嘲讽楚风说道：“这就叫做自作自受。”至于楚风，根本不理会众人，而是看向龙小小：“小小，将这钥匙给我，你后悔吗？小小，将这钥匙给我，你后悔吗？”楚风对龙小小问道：“当然不后悔，我既然与小恩公一起来，也希望与小恩公一起走。结果不重要，精力最重要，能与小恩公在一起，小小就十分知足了。现在一起离开，反而正合我意。”龙小小笑眯眯地说道，他的笑容如此真切，没有一丝做作和伪装，也正合我意。楚风也是笑道：“他妈的！”见此情形，于红等人差点没气得一口老血喷出来。他们出言讽刺，就是想让楚风心里难过，想让楚风这辈子都难过下去。可楚风那笑嘻嘻的模样，真是看不出一点难过和自责，反而洋洋得意。楚风不难过，那难过的可就是他们了。最重要的是，楚风和龙小小两个人不难受也就算了，还在这里侬我侬起来了，这他妈什么事情啊？这不是一个贱人遇到了一个傻子吗？在他们眼中，贱人就是楚风，傻子就是龙小小啊！可偏偏这种事情，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他们除了不爽、愤怒、羡慕、嫉妒，却也没有别的办法。就在这时，两道结界门凭空而现，通过考核者接受历练，没能通过考核者接受惩罚，惩罚过后就可以离开了。老人指着两道结界门说道：“惩罚，还有惩罚，前辈，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是啊，我听闻之前九魂天河的小辈来到这怨神宫历练，只要拿着怨神珠就可以接受历练了，而我们只有通过考核的才能接受历练，这本就不公平了。可现在没有通过考核的，居然还要接受惩罚，我们可是花了极大代价才拿到怨神珠的，我们来这里是来接受历练的，可不是来找罪受的。”于红终于忍不住了，开始说出了自己心中的不满。与此同时，暴月和魁无敌来到这里是你们自愿的，你们花了什么代价与我怨神宫何干？来到这里就要听我怨神宫的安排，现在接受惩罚。话到此处，那两道结界门便分别释放出了吸力，只是两股吸力却分别涌向了不同人的人。其中一道结界门所释放的吸力束缚住了于隐、傅飞跃、殷代粉三人，另外一道结界门所释放的吸力则是束缚住了楚风、龙小小、于红、暴月、魁无敌等五位。楚风等人进入结界门之后，便仿佛回到了先前来到此地的沙漠一样，沙漠之上看不清天日，只能看到满天的狂风携带着飞沙不停地掠过，荒凉、干燥、绝望，真是可恶！这不是明摆着欺负我们圣光天河的人吗？什么狗屁怨神婆婆，不过是狗眼看人低的货色。进入此地，于红很是愤怒地大骂起来。相比于先前所说的不满，此刻他才将自己内心的情绪真正的发泄了出来。别骂了，别骂了，你看那边。忽然，暴月一边制止于红，一边指着远方大喊起来。于红顺声观望，原本愤怒的面容顿时被恐惧所取代。只见远处黑压压的一大片乌云，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向他们扑杀过来。黑云之中，给是有着道道凶猛的雷霆，发出刺耳的死后，那简直是能够杀人的力量。这是惩罚吗？这简直是要杀人，是要杀了我们啊！于红的声音都在颤抖，暴月以及魁无敌童颜给下的脸色惨白，就连龙小小的小脸也是涌现出恐惧之色，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可就在这时，一只有力而温柔的手掌却是搭在了龙小小的肩膀之上。是楚风，别怕，这对他们而言是惩罚，对我们而言是考验。楚风说道。考验？龙小小目露惊奇。而就在这时，那恐怖的雷云已经来到近前，不过眨眼的功夫，这片天地宛如末日一般。最可怕的是，那一道道粗壮的雷电更是不断劈落而下，分别落在了于红、暴月以及魁无敌的身上。那雷霆轰落而下，他们三人便立刻倾倒在地，痛苦不已。可是无意间，于红的目光扫向楚风和龙小小后，却忍不住大喊起来：“凭什么？凭什么只惩罚我们，不惩罚他们？”于红指着楚风和龙小小怒吼道，他这声怒吼极为响亮，盖过了刺耳的雷鸣。那暴月和魁无敌也是听得清清楚楚，二人赶忙看向楚风和龙小小，这才发现楚风和龙小小虽也站在雷云之下，可那雷霆不断自二人身上掠过，竟没有一道雷霆劈中了他们。这是为何啊？暴月和魁无敌同样是一脸惊奇。实际上，不只是他们，就连龙小小也同样如此。小恩公，这是怎么回事？为何我们不用遭受惩罚？龙小小问道。考核失败之人接受惩罚，但我们接受的乃是历练。楚风说道。历练？龙小小脸上的惊奇之色更浓，一双大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楚风，等待着楚风说出答案。傻丫头，还不明白吗？那考核没有那么简单，他们全部失败了，包括于隐和殷代粉，他们也失败。他
他们3个人和于红他们没有区别，都是考核的失败者。这场考核只有2个人成功通过，那就是你和我。楚风对龙小小说道。他此话一出，没收龙小小一脸震惊，就连正承受痛苦的于红3人也是在盯着楚风的同时，更是竖起了耳朵。他们都想知道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一定没有参悟出石碑的全部内容。楚风说道。的确没有全部参悟出。龙小小不可置否的点了点头。但是我参悟出了，那考核真正的获胜点不是在于率先战胜自己的心魔，拿到神圣的钥匙，而是在于一个舍字。拿到钥匙，再将钥匙舍弃，将机会让给其他人，唯有这样才能通过考核。其实你们若是认真参悟，只要多花费一些时间，也必然能够参悟出后面的内容。只是当你们发现只有1个人能够通过考核之后，就已经无心再参悟后面的内容，只想抓紧时间去挑战心魔，尽快拿到通过考核的机会。楚风说道。的确是这样的。龙小小连连点头，随后用不可思议的眼睛看着楚风。所以小恩公，你说的都是真的，只有我们2个通过了考核？龙小小问道。傻丫头，你看着雷霆都不难为我们，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楚风说道。啊！龙小小兴奋地尖叫起来，她简直太高兴太激动了，本以为已经失去了资格，却不成想已然通过了考核。激动之际，她更是扑入楚风怀中，紧紧地抱住楚风。小恩公，原来你是在帮我，要是没有小恩公，我也失败了。小恩公你对我也太好了。龙小小的小脸紧紧地贴着楚风的脸颊，不停地蹭啊蹭，那个样子就好像是在占楚风便宜一样。但是龙小小美若天仙，楚风此时比癞蛤蟆还丑，若非亲眼所见，谁都不会相信这样的小美女会像这么丑陋的家伙投怀送抱，并且还这样明目张胆的占便宜。好了好了，不是说好一起来一起走吗？我总不能让你在外面等我呀。楚风将龙小小推开，但是看着那十分激动的龙小小，楚风的眼中也满是温柔。楚风本就对龙小小的印象不错，但现在对这个丫头的印象却更好了。楚风之前的确帮了龙小小，是因为楚风，龙小小才能融合龙脉之源，才能拥有如今的天赋和潜力，才能让他的母亲得救，才能得到他父亲的认可与宠爱。但可不是所有人都会知恩图报，比如那英带粉，楚风明明也帮了他，可他不仅没有知恩图报，反而反咬楚风一口。龙小小的所作所为与英带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毕竟他连元神宫的考核资格都可以交给楚风，并且是毫不犹豫无怨无悔的那种。嘿嘿，我先前还以为小恩公将考核名额给了那英带粉是因为看那英带粉漂亮对他动心了呢，心里还有点酸酸的，现在才知道原来小恩公是在害他。龙小小有些害羞的说道。那现在心里还酸吗？楚风问道。不酸了不酸了，别提多高兴了。龙小小笑嘻嘻的说道。该死，居然还有这种事情。在楚风和龙小小满脸欢笑的时候，于红3人在承受痛苦的时候，表情与内心都是十分复杂。他们听到楚风的一番话后，终于明白了一切。楚风是故意的，他故意向龙小小索取钥匙，根本不是想占便宜，而是在帮龙小小。不仅如此，既然眼下楚风通过了考核，那就说明楚风没有说谎，是他将自己的钥匙让给了英带粉。说谎的是英带粉，是英带粉收取了楚风给他的钥匙，却反过来不承认，反而咒骂楚风不要脸。真是想不到，那个英姑娘看着楚楚可人，却是这种卑鄙小人。楚风兄弟，先前是我们误会你了呀。抱月满脸悔恨的对楚风说道。楚风兄弟，对不起。那魁无敌更是发出了哀嚎一般的声音。2位兄弟需要帮忙吗？楚风对2人说道。啊，帮忙？啥意思？2人皆是一愣，有些不明白楚风的意思。然而只见楚风随手间便布置出2座阵法，紧接着手臂一扬，那2座阵法便落在了他们2人身上。那雷霆虽然依旧会不停的轰击2人，可雷霆会通过阵法转移到地表之上，他们依旧承受痛苦，可是那种痛苦却减少了许多。暴月和魁无敌这2位已经可以站起身来，眼下的痛苦完全是他们可以承受的。楚风兄弟，你可真是好人啊，我们何德何能，真是不知该如何感谢你好了。这2位对楚风感激不已，激动的简直都快要哭了出来，举手之劳不足挂齿。楚风说道。楚风兄弟，能否也帮帮我？就在此时，那于红竟然也开口求助了。你的话还是算了。楚风说道。我给你报酬，只要你愿意帮我，我愿意给你报酬，什么报酬都行，只要你说，我都可以给你。于红说道。不好意思，我不需要你的报酬，便带着龙小小准备向此地的深处行去。你这个小人，你小肚鸡肠，你不是男人。而眼见着楚风要走，那于红便破口大骂起来。听闻此话，楚风却忽然止步，回头看向于红。对了，忘记告诉你了，我不仅可以运用阵法减轻这雷霆的惩罚，还可以运用阵法，你是想感受一下这雷罚增强的效果吗？楚风问道。于红吓得说不出话来了，眼下的雷罚已经难以承受，若是再增强，必然痛不欲生。另外，我可以再告诉你一点，我参悟了石碑上的全部内容，这雷罚要持续10天10夜，并且后续力量会越来越强。你以为我特意布置阵法，只是帮这2位群妖圣殿的兄弟减轻痛苦？你错了，我其实是在救他们的命。我若不使用阵法护住他们，伴随着雷罚力量加强，根本无需10日之后，不出3日，你们就将死于此处。楚风说道。楚风兄弟，求求你，救救我，救救我！你也为我布置一座阵法吧，我所有宝物都在这里了，我都给你，我全部都给你。于红家更自己乾坤袋取下，直接丢向了楚风。他这一次没有谈条件，而是将自己的所有宝物都给了楚风。你日后不会反咬一口说是我抢了你的乾坤袋吧？楚风并没有接过乾坤袋，而是对其问道。不会不会，是我自愿给的。于红说道。楚风淡淡一笑，于是看向暴月和魁无敌。2位兄弟，你们可要为我作证，是他自愿给我乾坤袋，求着我帮他忙的，我楚风可没威胁他半句。楚风对暴月和魁无敌说道。我们作证，是他自愿的。2人连连点头。看你态度诚恳，我
我就帮你这一次。楚风说话间，将乾坤袋结果，随后也布置了一道阵法，笼罩在了于红的身上。阵法落到身上，于红所承受的痛苦立刻减缓。多谢楚风公子，多谢楚风公子，救命之恩，没齿难忘。于红感激地对楚风连连道谢，不管是不是真心实意，可他现在必须做，他害怕呀。若是楚风收回这阵法，他可就死定了。若非亲眼所见，我都不信他会这般。小恩公，还是你厉害。龙小小看着于红那个模样，一脸的解气。至于楚风，则是微微一笑，随后便带着龙小小。然而，当楚风走后，不过一炷香的功夫，那漫天的雷云竟然开始消散而去。不仅雷云消散，一道身影也是浮现而出，乃是那位老人。惩罚结束了，你们离开吧。老人说话间，大袖一挥，一道结界门便浮现而出。结束了？不是说要10天10夜吗？于红瞪大着眼睛，一脸的难以置信。谁告诉你10天10夜的？惩罚结束了，赶紧滚蛋吧！若不离开，惩罚还会再度降临，并且结界门会消失。你们若想在这里接受一辈子惩罚，可以不走。那老人说完此话，身形一晃，便消失不见，只有那结界门还在那里。而于红则是愣住了，如傻了一般，愣在了那里。片刻之后，他的脸上才有了别的情绪。楚风，我和你没完！于红仰天长啸，他那愤怒无比的声音在这天地间回荡开来。他知道他自己被骗了，被楚风骗了。惩罚根本就不是10天10夜，更不会取人性命。相反，这惩罚的时间非常短暂。可是他却将他所有的宝物都交给了楚风，就只为了换取那短暂的疼痛减缓。你这个骗子，你这个骗子，我一定要杀了你！我一定要杀了你！于红的怒吼撕心裂肺，盛怒之下更是扑哧一声，大口鲜血从口中喷了出来。但是口喷鲜血，他根本不在意，他真是气的眼泪都流了出来。于兄，你这样就不对了。刚刚可是你求着楚风兄弟帮你的，也是自愿将乾坤袋交给他的呀。暴月在一旁说道。对，我们毒妖都知道讲诚信，你做人的更要讲诚信了，可不能错怪了楚风兄弟啊。魁无敌也是一脸正义的说道。你们给我闭嘴，损失的又不是你们。那乾坤袋里面不仅有着诸多宝物，那里面还有我于氏天族的尊敬武技呢，那可是不能外传的啊。于红说这话的时候，不仅是一脸的愤怒，更是泪流满面。堂堂于氏天族的天才，何时受过此等委屈？话罢之后，他大袖一挥，气冲冲的便钻入了那结界门之中，离开了此地。而暴月和魁无敌却没有同情于红之意，反而二人对视一眼，随后咧嘴大笑起来。于红从一开始就针对楚风，结果却被楚风这样戏耍，他们从旁观的角度来看，也是觉得非常解气。与此同时，在另外一个结界门内，殷代粉、傅飞跃、于隐三人在另外一个世界之内，这个世界也是满地黄沙的沙漠，并且他们也经历了于红和暴月三人经受的雷罚，但是好歹楚风给于红和暴月三人布置了阵法，使得他们减缓了大部分痛苦。殷代粉三人可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他们可是硬生生的承受了那雷罚的力量。好在雷罚的时间很短，可雷罚消散过后，他们三人皆是气喘吁吁，看得出来那雷罚让他们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殷代粉和傅飞跃还好，他们两个碍于面子，雷罚消散后便立刻坐起身来，而那于隐更是连爬起来都不想，就趴在地上吞服丹药，缓和自己的伤势。忽然一道身影凭空出现，乃是那位老人。看到这位老人出现后，殷代粉三人惨白的脸上露出了一抹喜色，就连于隐也是赶忙爬起身来向老人施礼。他们都觉得他们刚刚经受了考验，接下来也许就是得到好处的时候了。可谁曾想，老人面色冷漠，大袖一挥，一道结界门便浮现而出。惩罚结束了，你们离开吧。老人对殷代粉三人说道。听到这句话，三人皆是为之一愣。前辈，您刚刚在说什么？晚辈怎么没有听懂？傅飞跃小心翼翼地问道。连话都听不懂吗？我说你们的惩罚已经结束，现在可以离开了，抓紧离开，不然等一下结界门就会消失，可雷罚还会出现，你们将一辈子待在这里受罚。老人说道。前辈，我们成功承受了历练，不是应该得到机缘吗？怎么直接让我们走吗？殷代粉眨巴着大眼睛，一副楚楚可怜很是委屈的模样。若是男人看到他这个样子，必然会心生怜悯，可这位老人却根本不吃他这一套。历练？你们凭什么历练？你们有资格历练吗？你们乃是失败者，根本没有机会接受历练，刚刚接受的乃是惩罚。老人很是严厉地说道。惩罚？失败者？前辈，您是记错了吧？我们怎么可能是失败者？我们全都通过了考核，所以才进入了此处啊。殷代粉继续说着，但语气却更加委屈了。我记得很清楚，你们就是失败者，通过考核有资格接受历练的只有2个人，那便是楚风和龙小小。老人说道。他们凭什么有资格接受？他们不是已经被淘汰了吗？然而老人此话一出，却遭到了殷代粉三人的极度不满，因为他们做到了考核最重要的事，战胜心魔只是其一，唯有舍弃钥匙才是制胜关键。这就是为何2个人一组，只有1个人能够通过考核的原因。老人对他们说道。舍弃？要舍弃钥匙？听闻此话，殷代粉三人面若呆鸡，他们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一时之间难以接受这个事实。所以那楚风是故意的，他故意将他的钥匙让给我，且故意向龙小小索取钥匙。殷代粉问道。不然呢？你该不会真的以为他那么傻吧？老人这话竟有着几分嘲讽之意。这个混蛋，这个混蛋！猛然间，殷代粉发出了愤怒的咆哮，那狰狞的模样与他先前温柔可人的外表完全不同。而见他这样怒吼，于隐和傅飞跃也是知道殷代粉是说谎了，他得到的钥匙的确是楚风给他的，并非是他战胜了楚风所得。可是他们却并不在意殷代粉是否说谎，他们没有通过考核，乃是他们没有参悟透彻石板上的内容，是他们技不如人。但殷代粉相比于他们可就更惨了，殷代粉是被楚风利用了，楚风正是利用了殷代粉才成功得到了
接受历练的机会。可偏偏一开始他觉得自己占了便宜，现在才知道他不过是被利用了而已。楚风并不傻，但他阴带粉却是真的傻。的确有人被玩弄于股掌之中，但这个人不是楚风，却是他。楚风，我和你没完，我一定要杀了你！我阴带粉发誓，我一定要杀了你！阴带粉怒吼连连，但同时却也是泪流满面。他真的是被楚风气的，心肝脾肺肾都快炸了，但是没用，已经毫无意义。他已经被淘汰，而楚风却与龙小小二人接受了真正的历练。楚风带着龙小小一路向沙漠深处行去，一男一女在这浩瀚沙漠上显得极为渺小，但却别有一番诗情画意。毕竟男人是那样的丑陋，可女人却如此的美丽，并且十分体贴粘人，这幅景象可十分罕见。沙漠之上茫茫风沙不停呼啸而过，在这里看不到任何道路，也没有任何指引，但楚风就好像知道路线一样，按照着一条无形的轨迹前行着。至于龙小小则是屁颠屁颠的跟在楚风身后，他时而如蝴蝶般翩翩起舞，时而如兔子般又蹦又跳，心情极好。他不用操心任何事情，他知道只要跟着楚风就能找到历练的地点，这便是安全感吧，一个女孩子最想要的安全感。而楚风给了她这样的安全感。在二人前行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的前方出现了一座湖泊，沙漠之上的这个湖泊清澈见底，美轮美奂。最重要的是，这湖泊之中还蕴含着极强的武力以及天地能量，而那扑面来的药香味解释了一切。这湖水可不是寻常的湖水，应该是特殊的草药以及奇珍异宝酿造而成。这就是我们历练的地方吗？龙小小对楚风问道。根据石碑上的记载，这里便是终点了，应该就是这里了。楚风说道。还以为是怎样的历练，原来是直接让我们修炼吗？不过也好，正好省了时间。小恩公，你转过去。忽然，龙小小对楚风说道。为什么要我转过去？楚风有些不解。我要脱衣服了，你总不能看吧？龙小小说道。脱衣服？听闻此话，楚风神色一变。这湖水如此圣洁，简直不是凡间之物，要进这种湖泊里修炼，当然要脱衣服了，否则便是亵渎。怎么，你想看啊？你若想看也不是不行，但是要对我负责哦。龙小小两只眼睛眯成两道月牙，笑得那叫一个可爱。行啊，那你脱吧，不过是你自愿脱的，我不负责，你也没办法。楚风笑嘻嘻地说道。那我可真脱了。龙小小说话间，竟真的开始脱掉衣衫，用那纤细的小手褪去了自己的衣衫。很快，她的肩膀便露了出来，雪白细腻，阳光照射之下都在发光。这个丫头皮肤可是相当的好，虽然只是露出了香肩，但却已是极为诱人。至于楚风，就那样盯着龙小小，眼睛都不眨一下。看着这样的楚风，原本小调戏楚风的龙小小反而小脸一红，赶忙将裙摆穿好。不好玩，小恩公怎么都不脸红的？龙小小气鼓鼓地说道。这和他想象的可不太一样，我楚风可从没说我过我是什么正人君子，我信仰的乃是有便宜不占非好汉。既然你非要脱给我看，我若不看，岂不是对你的不尊重？楚风笑嘻嘻地说道。小恩公，你也太坏了，哼，不和你玩了。龙小小瞥了楚风一眼，随后身形一转，便跳入了湖泊之中。当然，他是衣衫完整的跳进去的，怎么不脱了？穿衣服进入这圣洁的湖水，可有对这湖水的亵渎啊！楚风在身后大喊道：“你又不负责，我才不给你看！”龙小小说道：“你不脱，那我可脱了。”楚风对龙小小说道。且说话间，便做出了脱衣服的动作。不要啊！听到此话，龙小小吓得赶忙转过脸去，不敢再看楚风。至于楚风，则是在岸边鼓捣一番后，才扑通一声跳入了水中。哎呀！果然，在这种圣洁的湖水中，还是脱了衣服舒坦啊！脱了衣服，在此修炼，必然能够快速的突破修为。楚风大声说着，就好像是故意说给龙小小说的一样。小恩公，想不到你是这种人，离我远一点，不要靠近我！龙小小大声喊着，虽然嘴上在抗拒，但语气却没有一丝气愤。可是对于龙小小的话，楚风却并没有回应，就好像没有听到一样。小恩公，小恩公！龙小小连连呼唤，但都没有楚风的回应。而当龙小小不再说话后，这湖水也安静了下来。龙小小猜测，楚风应该开始修炼了，偷偷看一眼，他应该也不知道，反正早晚他都是我的人，偷偷看看怎么了吗？龙小小想到这里，竟甜美一笑，那古灵精怪的模样甚是招人喜欢。但是他还是做了一番心理准备后，这才鼓足勇气，偷偷转头，且两只眼睛都是闭着的，仅仅露出了一条缝隙，这才敢看向楚风所在的位置。如他所想，楚风已经湖水底部，正盘坐湖水深处，双目紧闭，已经开始修炼了。只是有一点，却是龙小小没想到的，楚风根本就没有脱掉衣服，他是穿着衣服的，是衣衫完好的，盘坐在湖底之中修炼的。骗子！龙小小很是失望的嘀咕了一声，有些愤愤不平。但他的失望并未持续太久，反而看着楚风，看着看着，竟不由得在其脸上绽放起灿烂的笑容。娘亲，你说的对，原来喜欢一个人也是如此幸福。不过我比你幸福多了，我喜欢的是小恩公，他可不像父亲那般花心且无情，能和小恩公一起修炼也太好了。龙小小自顾自地嘀咕着，且说完此话，也是娇躯一纵，如鱼儿一般向湖水深处游去。来到湖底后，也是盘膝而坐，捏出法诀，开始闭目修炼。至于楚风，他早就运用玄功，将这湖水的力量引入自己的体内。当这力量真的进入身体，楚风才能确定这湖水的力量究竟如何。这湖水比楚风想象的还要复杂，不仅仅是运用多种奇珍异宝、修炼之物浸泡而成，这里面还蕴藏着远古的气息，很可能是远古时期留下的。而这湖水内的力量也并非那么简单，它不是蕴藏着多么强大的力量，不是只要在这湖水之内就必然能够突破。它的力量虽玄妙，但更多的是一种辅助和引导的作用，引导修武者通过之前的积累，从而实现修为突破。简单的说，在这湖水之中隐藏着一个突破契机，只要能够领悟得到，便可以突破。但这个契机只能引导修武者突破一重境界，任何人
在这湖水之中，想要突破都要看自身悟性，并且就算悟性再高，也只能突破一次。忽然间，9天之上，天雷涌动，道道汹涌的雷霆，连虚空都撕裂开来，而那毁灭性的气息更是覆盖整片沙漠。久违的雷劫再度降临，而楚风早已做好了迎接的准备。雷鸣炸响，天雷降临，那种威势就好像要毁灭这个世界。可那雷霆却直奔楚风一人而来，雷鸣震荡，沙漠都在颤抖。那雷霆已落在了楚风的身上，但楚风任凭那雷霆劈落而下，却没有一丝痛苦，反而很是兴奋，竟兴奋的大笑，就是这熟悉的感觉。来吧，再猛烈一些！楚风发出呐喊，激动不已。对他而言，这恐怖的神雷就似久违的老朋友，久别重逢，让他欣喜异常。这种兴奋的情绪之下，神雷带给他的痛苦似乎不值一提。终于，神雷开始停止对楚风发动攻势，虚空之上漫天的乌云也开始散去，而楚风的修为也是从4品至尊来到了5品至尊的境界。这次突破比楚风预想的还要顺利，但却也在情理之中。自己成功突破后，楚风看向龙小小，发现那个丫头还在闭目修炼。这个丫头很专注，并没有被楚风引发神雷而惊醒，能够这样专注的修炼，不设任何防范之心，说明此时的她很有安全感，不担心有危险降临。最重要的是，龙小小修炼的时候，嘴角竟然还挂着笑容。这个丫头怎么修炼的时候还笑的？不知道的还以为做美梦了。看着这样的龙小小，楚风摇了摇头，且叹道：果然，女人终究是女人，在强大的外表下，其实也还是一个需要照顾的小女孩啊。虽然刚认识龙小小的时候，这个丫头就是这样古灵精怪，但那时的龙小小给楚风的感觉却是城府极深。可现在的龙小小在楚风面前没有任何城府可言，她就像变成了透明的一样，将自己的内心最真切的部分展示给了楚风。这样的变化是因何而来？楚风自然知晓，这个丫头是真的喜欢上自己了，但楚风却不知道这对龙小小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虽说楚风对龙小小印象不错，可却并没有当初对苏柔、苏美、紫菱那样的心动之感。换句话说，如今的楚风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少年，那时的楚风更加敢爱敢恨，敢打敢杀，更加不顾后果。现在的楚风更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更会顾全大局，已是能屈能伸。但这样的楚风也有弊端，他隐藏了太多情绪，同时也控制了太多感情，活得也不如当初那般潇洒了。有时候楚风也会羡慕当初年少的自己，可没办法，成长是人的必经之路，尤其是男人，成熟的男人不能一味追求潇洒，而是要有担当，要有责任感。他可以不以天下人的安危为己任，但至少要保障身边人的安危。看着那面带甜美笑容修炼的龙小小，楚风的嘴角也是不由得扬起了一抹笑容。没人知道这一刻他在想什么。忽然水浪翻腾，楚风离开了那座湖泊。湖水的力量虽强，但只能提供一次契机。楚风既然已经把握住，便没有下一次机会了。就算他在这湖水中继续修炼100年，也无法再领悟出这样的契机。但增加1品修为，对于楚风而言已经足够了。唯有他自己知道，现在的他想要增进1品修为是多么的难。楚风不知道龙小小的修炼时间需要多久，但他知道唯有龙小小修炼成功，他们才能离开这里。于是楚风在离开湖泊后也没走远，而是来到了湖边的沙滩上。他也没有闲着，而是将于红给他的乾坤袋打开。果然不愧是于氏天族的顶尖天才，这身上的好东西还真是不少。这个家伙难道也是界灵师吗？楚风看着于红给他的乾坤袋，惊叹过后笑得合不拢嘴。这里面的宝物简直比挖掘一个遗迹所获得的好东西还要多得多。半成尊兵、尊境武技、灵丹妙药，各种材料应有尽有，就连结界之术方面的材料也有，并且品质极佳。尤其是这里面的尊境武技，更是让楚风十分喜欢。换作寻常人看到这样珍贵的宝物，可能开心之余更多的是担忧。那可是于氏天族圣光天河内最强大的天族，将他们的宝物给拿过来，可就将他们得罪了。这可不是杀身之祸，这是灭门的大祸。但楚风却不以为然。从他刚刚得罪于红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他和于红的过节已经结下了。既然得罪了，那就得罪的彻底一点。楚风根本不怕报复，因为楚风很清楚，于氏天族虽然现在对楚风而言难以对付，但早晚有一日会被他踩在脚下。他们与楚风结下梁子，后悔的不是楚风，而应该是他们。况且楚风如今虽然也修炼了一些尊境武技，可是他所修炼的尊境武技还是太弱了一些，已经跟不上目前的修为。若是遇到战力相等的天才，楚风之前修炼的尊境武技绝对难以招架。刚好于红的这乾坤袋内有着一些段位更高的尊境武技，反正现在没事，索性楚风就修炼了起来。虽说楚风有着天雷9重斩那逆天的手段，可天雷9重斩若真的施展开来，对自己也会造成极大的损害。非到逼不得已，楚风并不会使用天雷9重斩，所以尊境武技楚风必须修炼。龙小小修炼的时间比楚风要久许多，足足3日之后他才苏醒过来。当他苏醒之时，头顶之上的2个龙角再度涌现，并且闪烁着微微光芒。要知道在此之前他的龙角可是隐藏起来的，这个东西必须隐藏，如若被发现了，尤其传到圣光一族耳中，那整个龙氏都可能要大难临头。不过好在龙小小的龙角似乎可以自由掌控，伴随着身上光芒消散，那头上的龙角也消失不见。而看着龙小小那一脸喜悦的模样，楚风知道龙小小应该成功突破了。小小修为增进了多少？楚风问道。7品至尊。小恩公，你呢？龙小小也是对楚风问道。5品至尊。楚风说道。早在来这怨神宫的路上，楚风就已经告知龙小小自己现在的修为，所以现在的修为也没有隐瞒的必要。也增进了1品吗？那你突破用了多久？龙小小问道。比你早一点。楚风这样说是不想让龙小小
有心理负担。嘿嘿，那还好，没有让小恩公等太久。果然，听到楚风这样说，龙小小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一些。他比你早得多，只用了短短1个时辰，就领悟了圣水中的契机，且成功突破了。忽然，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那个老人竟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此时就站在虚空之上。老人说完这句话后，便拿出了一个黑色的葫芦，他将葫芦口对准湖水，随后葫芦上面便有符咒涌动，那磅礴的湖水倒涌而去，不过眨眼的功夫，就全部进入葫芦之中。这片沙漠除了留下了一个深坑外，竟没有一滴水流下，根本看不出这里之前有着一座那样美轮美奂的湖泊。小恩公，你骗我呀！前辈都说了，你明明只用了1个时辰。龙小小看着楚风，故作生气的说道：“不算骗吧？以修武者的寿命来计算，几天时间不就是一点点吗？”楚风说道：“切！”龙小小撇了撇小嘴，但很快气嘟嘟的小脸有了变化，他又笑了，且笑得很甜。他知道楚风骗他是为他好，善意的谎言他很是喜欢。忽然一道轻咳响起，是那老人之前的考核，就是历练，历练通过得到便是奖赏，而刚刚的修炼圣水就是你们的奖赏。不过现在你们2个人还有一个去见我师尊的机会，但这机会只有1个，这个机会将由抽签的形式来抽出。那老人说道：“抽签吗？那要如何抽出？”楚风问道。抽签的方式就是你们在修炼圣水中看谁修炼的时间长。现在答案已经揭晓，龙小小获得了见我师尊的机会。老人说道：“啊，这叫什么抽签啊？”听闻此话，龙小小感到十分诧异，显然他更想将这个机会让给楚风。怎么，你还不愿意不成？不愿意可以放弃。老人说道：“快去吧，小小，可别浪费这个机会。”见状，楚风赶忙劝道，而见楚风这样说，龙小小也是赶忙笑嘻嘻的看向老人。哎呀，前辈，谁说不愿意了？我只是很惊奇，居然还有这种抽签方式。怨神婆婆果然不是一般人，就连抽签方式都如此独特。龙小小笑嘻嘻的说道：“少废话，进去吧。”老人说话间便开启了一道结界门。见状，龙小小便走了进去。而龙小小走进去没多久，那老人也是走入了结界门之内。很快，老人又走了出来，只不过他走出来的时候，手里端着一个碗，那碗里面黏糊糊的，看着非常恶心。喝了它。老人对楚风说道：“为何要喝掉它？”楚风已经观察过，这碗内的东西蕴藏着一些药力，但药力却并不强，并且它不仅看上去恶心，那味道也很恶心。若不给一个合理的理由，楚风可不想喝下这么恶心的东西。龙小小的愿望还算合理，我师尊答应了，而他许下的愿望就是让你恢复容貌，喝下它，你就会恢复本来的容貌。老人说道：“这个丫头，她……”楚风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龙小小会许下这个愿望。怨神婆婆神通广大，她必然能够实现许多愿望。很多人之所以为了花大价钱搞到怨神珠，来到怨神宫，不仅仅是为了接受历练，其实最终目的都是想成为那唯一一个可以向怨神婆婆许下愿望的人。正因如此，在从楚风看来，龙小小许下的这个愿望完全就是在浪费机会。但楚风的心里还是很暖的，他此时明白，他还是低估了龙小小对他的在乎。龙小小是一个可以为了让楚风恢复容貌花费如此大代价的人。得知经过，楚风也不迟疑，将碗接过便一饮而尽。他也想知道怨神婆婆是否真的那般神通广大，毕竟他很清楚他现在的容貌可不是那么容易恢复的。虽然这个东西味道难闻，可是入口之后便能感觉一股奇异的力量涌入灵魂。楚风看着自己的身体，可以发现自己的身体正在快速的恢复，不过片刻功夫，楚风的容貌就恢复成了本来的模样。他真的恢复了，恢复的彻彻底底。怨神婆婆还真是神通广大。楚风忍不住发出感叹，道海仙姑本已是神通广大的人物，可自己的容貌发生改变，道海仙姑也是无能为力，这怨神婆婆却能够做到连道海仙姑都无能为力的事，足以说明她的厉害。当然也有可能是道海仙姑不擅长结界之术，而这怨神婆婆擅长结界之术，究竟是怎么回事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楚风终于恢复了本来面貌，这倒也没有浪费龙小小许下愿望的机会。小恩公，一道甜美的声音响起，龙小小也是蹦蹦跳跳的从结界门内走了出来。你居然恢复容貌了，怎么做到的？龙小小看到楚风容貌恢复，便一脸惊奇，就好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样。傻丫头，别以为我不知道，这位前辈都与我说了，是你帮我恢复的容貌。楚风说道。前辈不是说好了不说的吗？龙小小看向那位老人，行了，你们别他娘的在老娘面前秀恩爱了，老娘都快吐了。老人对很是不耐烦的对龙小小和楚风说道。随后又有一道新的结界门在其面前开启，历练结束，你们赶紧走吧。老人大声的催促着，看得出来他不是假的不耐烦，他是真的不耐烦。见状，楚风二人也不犹豫，与老人告别后便直接踏入结界门之中。进入结界门，又进入了一片沙漠，只不过这片沙漠前方有着一小片丛林，那正是怨神宫所在的丛林。只是此时的丛林出现了一重肉眼可见的结界，楚风知道他们二人已经没办法回去了。小小公主，你与你父亲他们先回去吧。楚风对龙小小说道。小恩公，你要去哪里？又赶忙说道。实话实说，不许骗我，我和于氏天族还有云空仙宗的两子算是结下了，以他们这种势力的行事风格，以及那副飞跃，还有于红给他们的人品，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我不想牵连你们，所以我自行离开，反正也是要分开的。楚风对龙小小说道。不行，说好了一起来一起走的，况且还有我父亲在呢，我就不信有我父亲在，他们敢对你如何？小恩公，你必须与我一起走，不然我心里不舒服，因为说到底和他们的两子算是我结下的，是我先对他们出手的。龙小小话到此处，紧紧地抱在了怀里。我不管，必须一起走，不然我就把你绑回去。反正现在我的修为在你之上。龙小小一边抱着楚风胳膊，一边说道。行行行，一起走。楚风尽显无奈，但嘴角却扬起了一抹上翘的弧度。楚风与龙小小向和龙氏族长约定的地点去，麻烦早已经提前等待着他了。在那约定地点，可不只是龙氏族长、龙小小母亲和龙生部三人，在结界之外，有着一辆巨大的战车，横在浩瀚沙漠之上，战车旁栖息着数千只强
健的巨兽，而战车之上飘动着云空仙宗的大旗，战车的最前方更是站立着数道身影。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殷代粉和傅飞跃，不过在他们旁边还站立着一个人，那是一名男子。他与殷代粉和傅飞跃一样，都是没有使用云雾遮盖容颜的，他的脸庞就那样清晰地展露而出。这名男子应该也是一个小辈，他不如傅飞跃那般英俊，但却更有气质，那种是成熟而内敛的气质。而殷代粉和傅飞跃这两个嚣张跋扈的小辈站在他的左右，从这个架势，楚风看得出来，这名男子应该有些来头。不过除了殷代粉和傅飞跃以及那名年轻男子之外，云空仙宗的其他人皆是云雾缭绕，遮盖住了容颜。只不过伴随着楚风结界之术的增进，他们那遮盖容颜的手段如今已经无法抵挡楚风的观察，如同无物。楚风可以看到，这些人中大多是老一辈的人物，不过也有许多小一辈的人物。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老一辈还是年轻一辈，除了殷代粉和傅飞跃之外，倒是没有楚风认识的人。楚风，小小，你们回来了，你们历练的可还顺利？见到楚风之后，龙小小的母亲欣喜地说道。虽说他们一直待在外面，但他却已经知道楚风和龙小小接受了历练，想必是云空仙宗的人说的。楚风那个人，可是龙小小母亲一开口，却让殷代粉和傅飞跃眉头微微皱起。毕竟他们之前见到楚风的时候，楚风可是一个比癞蛤蟆还要丑陋的家伙，但现在却已经恢复了容貌，而楚风整个人的气质那也是出类拔萃。这可是他从下界一路修炼到天河，走过无数次鬼门关而修炼出来的，他的气质莫说寻常小辈，哪怕是这些天才也是不具备的。所以当看到现在的楚风之后，这让殷代粉和傅飞跃心中都很不舒服，他们是很厌恶楚风的，自然不希望厌恶之人是一个极为优秀之人。怎么认不出来了？楚风看着殷代粉和傅飞跃说道，但楚风说话的时候却也是止住前行的步伐。楚风知道那无形的屏障还在，只要他不走出去，那些云空仙宗的高手就没办法进来，也就拿他没有任何办法。楚风，想不到你竟然还敢回来！殷代粉和傅飞跃说话的时候，都能听到他们咬牙切齿的声音，他们对楚风可谓恨之入骨。楚风，怎么回事？见到楚风和龙小小出现，龙氏族长也是开口问道。相比于见到他们平安归来，只是一脸喜色的龙小小母亲，龙氏族长的表情则是非常凝重，甚至有着几分严厉。这让楚风和龙小小都明白，云空仙宗必然是已经对他的父亲告状过了，只是他们说的是否是实情，那就不得而知了。毕竟那殷代粉和傅飞跃的人品，楚风和龙小小都见识过了。父亲，这件事可怪不得我小恩公，完全是他们输不起。龙小小赶忙开口辩解，不仅辩解，还将事情的经过完整的讲述了一遍。之所以要完整的讲述，就是害怕殷代粉他们颠倒是非，不说实话。而听到龙小小的讲述后，龙小小母亲以及龙生部皆是微微点头，不仅脸上有得意之色，还时不时的看向云空仙宗众人一眼，那种眼神就好像在示威一样。就连龙氏族长那原本严肃的表情也是缓和许多。诸位，按照小女所说，楚风小友他似乎并无不对之处，那我就不明白，为何你们还要兴师动众的来讨伐楚风小友？龙氏族长对云空仙宗众人说道。他在说谎，事情根本不是那样，是这楚风卑鄙无耻，欺负我师妹在先。傅飞跃说道。哟，云空仙宗居然这般输不起吗？忽然间，一道响亮的声音如雷霆一般在天际炸响，那声音炸响的太过突然，将殷代粉等小辈吓得身躯一颤。既然来了，何不现身？鬼鬼祟祟的，算何本事？一道浑厚有力的声音自云空仙宗的战船内传来，只是那声音的主人在战船深处并没有露面，虽然没有散发威压，但楚风也能够从那浑厚的声音中辨别出，那位说话的云空仙宗高手必然实力极强，应该是武尊境强者，不敢现身。云空仙宗，你们这种势力也敢有如此空气？那道比雷霆还要刺耳的声音再度响起，而伴随着那声音的响起，虚空剧烈的摇晃起来，一道巨大的裂缝自虚空出现，宛如天空被撕裂一般，而自那裂缝之中则有3道身影飞掠而来，他们皆是群妖圣殿的人，其中一位身高3米，一袭黑色长袍，浑身灰色鳞片，长相不仅凶悍，更是有着一双血红色的眼睛，那眼睛杀机四溢，看上去恐怖异常。最重要的是，当他出现那一刻，一股强大的压迫感也是随之降临。此人绝对不是人，这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他身上的那股戾气乃是杀了无数生灵才会具备的。至于另外2位，则是年轻人，正是暴月和魁无敌，这位我见过，乃是群妖圣殿的殿主，他的修为不在我父亲之下。龙小小看着那名恐怖的男子，对楚风说道。楚风兄弟，别怕，我们兄弟2人为你澄清事实经过。对，我们兄弟2人可以作证，云空仙宗的这2个卑鄙小人休想诬赖你。暴月和魁无敌对楚风说道。而听到此话，楚风的心中也是更加有了底气，他知道群妖圣殿乃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暴兄、魁兄，那就有劳你们2人为我楚风证明。楚风说道。当然可以证明，事实就是如刚刚龙姑娘所说，至于殷代粉和傅飞跃所言，皆是扯淡，那是诬陷。暴月和魁无敌说道。不能听信他们的，他们早就联盟了，他们现在是一伙的。殷代粉说道。就是一伙的，能怎么样？群妖圣殿殿主说道。相比于暴月和魁无敌，他更像是一个妖物，无论是长相还是言语都尽显霸道。这样说来，群妖圣殿是要与我云空仙宗过不去了。云空仙宗战车之内，那位老者的声音再度响起。你云空仙宗在本尊眼中连个屁都不算，我今日倒想看看本尊与你们过不去，你们又能如何？群妖圣殿殿主此话说完，那凶猛的威压也是释放而出，直奔云空仙宗压迫而去。可谁曾想，自云空仙宗战车之内传来一阵大笑，是先前说话的那位老者所发出的笑声。当他的笑声发出之后，一股强大的威压也是自战车之内释放而出，他竟
竟将群妖圣殿殿主的威压给挡了下来。你是云空仙宗宗主？群妖圣殿殿主凝声问道。他已经感觉到对方的修为丝毫不在他之下，对付你还不需要我云空仙宗宗主出面，老夫乃云空仙宗太上长老赵春秋。云空仙宗战车内，那老者的声音再度响起，他已经透露出了自己的身份。可是当他透露出自己身份之后，莫说群妖圣殿殿主脸色有了变化，就连龙氏族长以及龙小小母亲龙生部等人皆是面容变化，哪怕楚风的眼中也是用了复杂的情绪涌动。群妖圣殿殿主与龙氏族长不分上下，可是这位云空仙宗的太上长老竟也能与群妖圣殿殿主相抗衡，那岂不是说云空仙宗宗主的实力更强？难道说这个后起之秀比上星域的霸主势力还要强大不成？我劝你群妖圣殿还是别因为这个小子掺和进来为好。忽然一道陌生的声音炸响开来，紧接着自茫茫云层之上便有刺眼的金芒倾洒而下。定目观望，能够看到自那金芒之中数道乘坐着巨大飞鸟的身影不断浮现，那身影足有数千个，阵势极大。这数千道身影之中有一名中年男子，气宇轩昂，霸气侧漏，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王者之气。而当他出现的那一刻，伴随而来的不弱于群妖圣殿殿主的压迫感，最主要的是在他所乘坐的巨鸟上还站立着两道身影，乃是于红和于影，连于是天族族长也来了。你们也想找麻烦？群妖圣殿殿主说道。而他这一开口也是告知了楚风这名散发着王者之气的中年男子身份。找麻烦？我们只是想要讨回公道。于是天族族长冷哼一声，随后便将那冷冽的目光投向楚风，这目光极为凶狠，蕴藏着强大的压迫感。若是寻常人看到这样的目光，莫说不敢对视，甚至会吓得昏死过去。但楚风却是丝毫不惧，就那样直射着对方。二者，一位是于是天族的最强者，一个庞然大物的统治者，一位是一个100岁以内的小辈，一个修武界的后辈。可是他们二人的目光却是针锋相对，眼见着楚风居然不怕自己。于是天族族长眼中的怒色更浓。于是族长，楚风小友乃是我女儿小小的好友，所以我想问一句，你兴师动众而来，究竟有何用意？难不成你与楚风小友也有过节？就在此时，龙氏族长凝声问道：这个小鬼敢抢夺我于是天族族人宝物，你说这算不算过节？于是天族族长对龙氏族长说道：抢夺？这是那于红说的吗？楚风问道。楚风，这是怎么回事？龙氏族长也是对楚风问道。他必须搞清楚事实真相，如若不然他也不好袒护楚风，毕竟抢夺于是天族宝物这种事情的确非同小可。父亲，别听他们胡说八道，根本不是抢夺，是那于红主动将他的乾坤袋送给我小恩公的，并且还是求着我小恩公收下的。还不待楚风开口，龙小小便大声说道：荒谬！你们连说谎都说得如此没有水平吗？是将我们当作傻子不成？于是天族族长愤怒地说道。而此时龙氏族长也是眉头微皱，就连他也不太相信龙小小所说的话，那于红就算再傻也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这可不是说谎，而是事实。当时我们都在场，我可以证明。暴月也是说道。对，我也能证明。紧接着魁无敌也是开口说道：你们是一伙的，你们证明有什么用？然而对于他们二人的证明，那于是天族族长根本就不信。莫说是他们，其实就连龙氏族长也不相信。我也可以证明。可就在这时，又有一道声音响起，紧接着一道身影也是凭空而现，出现在了楚风与龙小小的身旁。看到这位，楚风和龙小小皆是面露喜色。这位可不是寻常之辈，他正是怨神宫内主持历练的老人，怨神婆婆的那位弟子。你证明，我们就要信吗？你也不看看我们是谁，你来证明，你算是个什么东西？于是天族一位长老很是不屑地说道。毕竟怨神婆婆很是神秘，大家连怨神婆婆都未曾见过，就更加不认识怨神婆婆的弟子了。他还以为这位老人乃是楚风一伙的，所以才会这般不客气。可是这位长老不知道这位老人是何来历，于红于影可是知道的。当这位长老一开口，于红于影都是吓得脸色发青，他们都知道这位老人脾气很是不好，自家长老敢这样语气说话，对方必然不会善罢甘休。最重要的是，此时于是天族之中弥漫着一种愤怒，不仅仅那位长老开口了，其他人也是跃跃欲试。长老大人，他乃是怨神婆婆的弟子。眼见不妙，于影赶忙对其说道，并且因害怕其他族人继续说得罪那位老人的话，他更是把话说得很大声。怨神婆婆的弟子，果然当得知对方竟是怨神婆婆弟子之后，那位长老的脸色也是立刻变得惨白起来。他被吓坏了，向来高高在上舍我其谁的他，此时吓得连话都不敢说，生怕说错哪句话而又得罪了对方。此时倒是于是天族族长率先开口，打破了沉默。放肆！怎能对怨神婆婆弟子无礼？还不快快道歉！只是于是天族族长也没有了刚刚的霸道，不仅没有为自家长老做主，反而让其道歉。抱歉，我不知您是怨神婆婆弟子，刚刚多有得罪，还请见谅。那位长老赶忙鞠躬道歉，说话的时候连舌头都在打颤。可是那怨神婆婆弟子却是轻笑一声，这才说道：凭什么你叫我见谅，我就要见谅？这个于是天族的所有人都不知该如何应对。大人，先前的确是他不对，不知你想如何处置？于是天族族长问道。口无遮拦，割掉舌头这件事就算了。那位老人说道。什么？割掉舌头？听闻此话，于是天族众人的脸色都是变得难看起来，就连云空仙宗、群妖圣殿以及龙氏的人也是感到惊讶。虽说于是天族长老的话确实有一些难听，可在不知身份的情况下，说错话也很正常，只因说错话就要割掉对方舌头，这也未免太霸道了一些。怎么不愿意？非要我将我师尊请出来吗？那位老人说道。听闻此话，于是天族众人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所有在场的族人，无论是长老还是弟子，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一时之间，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于是天族族长。这个时候也只能听从族长的话了。这位大人，他只是……于是天族族长开口了，他还是想要求情。族长大人。可就在此时，那位长老
却是忽然开口。他这一开口，人们注意到，在他的手中已经出现了一把锋利的匕首，并且将目光投向那位老人。这位大人，是我口无遮拦，对你不敬，应当受惩。话罢，他大袖一挥，只见寒芒掠过，一道鲜血也是自己口中喷洒而出。他不想族长为难，更不想于是天族受难，所以自己惩罚了自己。其实这只是皮肉之苦，对于修武者而言，不是什么大的惩罚，但却关乎颜面。可从这一点，却也能够看出怨神婆婆的威慑力。不过也能理解，毕竟那可是一个连圣光一族都惧怕的存在。于红，你那乾坤袋是怎么回事？那位老人将目光投向了于红，他这目光投来，于红顿时吓得身躯一震。在此之前，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位怨神婆婆的弟子会参与此事，但是想到自家那位长老只因顶撞一句这位就付出了那样的代价后，他也是意识到先前历练的时候，那位老人对他们的态度还是有所收敛的。如今历练结束，这位老人似乎展现出了真正的凶狠一面。面对这样的存在，他也是不敢有任何造次。是我说谎了，那乾坤袋的确是我主动给楚风的，但事情根本没有那么简单。楚风也骗了我，当时我们遭遇雷伐，他说他布置的阵法能够救我一命，所以我才让他帮我。可实际上，那雷伐根本不会取人性命。于红很是委屈的说道：“那雷伐没有取人性命吗？那倒是我观察失误了。”楚风说道：“你少装蒜，你怎么可能不知道？”于红指着楚风大吼道。可是当他看到楚风身旁的那位老人后，又赶忙收声，且将愤怒的目光转移，而那位老人则是看向殷黛粉。殷黛粉，你与楚风同组的时候，他有欺你？那位老人对殷黛粉问道。没有，对不起，是我说谎了。殷黛粉不仅一脸悔恨，且那一双美眸之中又有2行泪水落下。可那老人并没打算就此罢休，而是再度问道：“那龙小小所言可有假？”没有假。殷黛粉说道。话已至此，真相大白。龙氏族长、龙小小母亲以及龙生部的脸上则是涌现出了笑容。毕竟楚风是他们这一边的，如今真相大白，楚风的所作所为只给他们长脸，而没让他们丢人，他们自然高兴。只是云空仙宗以及于是天族，这本来打算讨伐楚风的势力，内心可就变得复杂起来。他们没有想到，怨神婆婆居然会给楚风撑腰。多谢前辈，还我们真相。龙小小对怨神婆婆说道：“既然你们到我怨神宫接受历练，我们就应该还原历练真相，免得让人误会我怨神宫。但是谢就不必了，我出来作证，只是不想有人误会我怨神宫偏袒你们，可不是想保你们2个。该做的事做完了，你们要打要杀随便吧，我怨神宫绝不插手。”话音落下，那位老人便身形一晃，消失不见。不仅他消失了，这浩瀚天地间更是出现一道屏障，那原本无形的屏障此时浮现，只是浮现后的屏障又快速消散。很快，那屏障彻底消失。糟了，眼见着屏障消失，楚风暗叹不好。那个怨神婆婆弟子说的对，他的确不是来帮楚风的，反而更像是来坑楚风的。其实关于真相，各方势力都清楚，只是于是天族云空仙宗死不承认罢了。他们只是想收拾楚风，但只要有着屏障在，他们也没办法拿楚风怎么样。可现在屏障不见，那局面可就变得不一样了。